各位好，欢迎来到227玩家，我是大宇。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索尼最新发布的这个 ZV-E10的2代。首先我要说一下，我特别喜欢 ZV-E10来拍摄视频，因为它的这个1代真的是机身足够的小巧，但是它呢也有2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模式切换的那个按钮啊，它是用这种按钮切换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4K 下的这个果冻效应真的是太明显了啊，不能移动，就只能拍摄一些固定的镜头，甚至如果你在车上或者高铁上想要拍一拍窗外，其实这个果冻效应都是很明显的。这2点就是2代最大的改进啊，一个就是它把这个模式切换终于换成了跟这个 ZV-E1 一样的，是这种机械的形式的，方便了很多。然后和6700一样的芯片，相信它的果冻效应也会有明显的改善。因为真机我还没有上手，但是我用过几个月的6700，它们应该是处在同样的水平。那么其他的诸如 4K 60P 10比特、新一代的创意外观和新的菜单都算是常规的升级。但是这里我要说，但是它阉割了1代上的机械快门这点虽然我们拍视频的话影响不大但是我在这里说一下。那么说一下它的价格单机6899，套机7499的这个价格我认为定价贵了，而且我就认为它是贵了999块钱就是1000块钱。因为6700首发呢是9999，那现在呢官方是有300块的优惠，也就是9699。那么它俩的差价呢是有2800元，但是现在毛宝的第三方的商家6700的价格已经做到了9000块钱。那么如果按照9000块来算的话，这个差价就只有2100块钱。那么这2100块钱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改变呢？首先呢，就是缺少了 EVF 机械快门和5轴防抖。虽然索尼的5轴防抖效果实在是吧一般般，但是对拍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样的这个机械快门和 EVF 也是拍照功能的一种阉割。那其次呢，就是它比6700缺少了 AI。虽然我觉得这点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我在这个 ZV-E1 上使用过索尼的这套 AI 对焦之后我现在开始有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把我的 A74换成 A7C2。最后呢，它还比6700缺少了 4K 120P。虽然我很少用 4K 120P 这个规格，可能你说6700的那个 4K 有裁切，实际的用途不大。但是即便6700有裁切又怎么样呢？裁切了我可以不用或者少用，它总比没有是要好的。再聊一下，我觉得这个索尼的 ZV-E10 2代比较合理的入手的价位，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它如果能比首发价再便宜999。1000块钱，也就是大约1年前发布的索尼的6700，现在第三方的价格的优惠，否则只差2100，就2000多一点的这个价格可以去考虑一下6700，它确实是能给你更完整的体验，不论怎样的用途，没有理由去拒绝这个2100块带来的额外的这么多的附加的功能，特别是 AI。可能你说ZV-E10 2代的麦克风比6700是要强的，麦克风这个事儿呢，我就劝你还是不要开玩笑了，因为我使用这个 ZV-E1 已经使用了1年多的时间。那么以我的经验，如果你想好好拍一个视频的话，机顶麦其实也就是能起到一个声音同步的作用吧，我也只能这样说，这个效果真的是不怎么样。你如果在十分安静的环境它确实是可以用的。但是我这里负责任的说一下，索尼的 ZV-E1 的机顶麦是跟现在的旗舰的手机，比如 iPhone 的录音是没有办法比的，不如现在手机外置的那个麦克风的录音。因为声音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重要，可能你拍了一段素材是非常好的，但是声音没有办法用，很影响人的这种临场的感觉。所以我劝你还是用无线麦或者用这种数字音频的腔麦比较靠谱。那么 ZV-E10 的2代到底是给什么人预备的呢？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官方的一些宣传的视频，我发现它这一波的宣传基本都是集中在创意外观这件事儿上。确实，这台相机就是现阶段你能买到支持索尼新一代的创意外观最便宜的相机。我不知道索尼是不是借鉴了富士的套路。其实现在的这一套创意滤镜呢，在几年前 A74 发布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功能。相信未来索尼的相机也都会支持这个功能。那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常规的升级，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新鲜的体验，价值感就没有那么高。我现阶段实在是还没有听说过谁因为创意外观这个滤镜这个东西去专门购买一个索尼的相机。这样看的话呢，就是比一代升级了感光芯片和电池，很常规的升级，有 4K 60P， 改善了果冻效应，有更长的续航，还阉割了机械快门，是不是就是想卖给刚开始入门还没有第一台相机想要做视频创作的人呢？7500的这个价格来到了现在很多卡片机新机的售价的范围。显然它的 APS-C 画幅可换镜头是对卡片机巨大的优势。那卡片机嘛，它的优势是便携，但是卡片机的生存空间现在也不停的被手机挤压。索尼的 ZV 系列就有2款在售的卡片机。说实话，这个叫 ZV-1 的这个卡片机，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见过有人使用。我觉得买这种卡片机不如直接买 Pocket 3或者用手机拍了。这有点说远了，我们还是说回这台相机。我来总结一下吧，我认为有2类人比较适合买这个相机。首先呢，就是对索尼的创意外观有强烈的需求但是预算又有限，没有办法去支撑它购买全画幅的产品，那就还是那句话，现阶段支持索尼新的创意外观最便宜的相机就是 ZV-E10的2代。其次呢，我认为是索尼的6000系列或者是ZV-E10 1代的老用户，同样也是因为预算有限，不想升级全画幅，而且有很多这种半画幅的镜头群的这群人，想要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确实2代产品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这个体验呢，包括 4K 60P 的视频规格，不被果冻效应影响你的心情，还有更好的色彩，更好的机身操控，更好的控制菜单，以及更长的续航。这种人觉得可以入手。那么最后说说我的想法如果这台相机到明年618的时候可以优惠到800以上接近1000的话我就认为是完全可以入手的。理由还是一样，就是6700现在在9000块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太香了，也不能说太香吧，现在的相机都比以前的要贵像当年6300才多少钱如果这个相机能真的优惠到6000以内，那真的是很香的一台相机。现在和6700的差价不足以弥补它的缺失，比 ZV-E10 1代的进化不足以支撑它现在的溢价。好，以上就是我对于 ZV-E10 的售价的全部的看法。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感谢你，我是大宇，再见。